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中年分床睡的夫妻晚年都怎么样了？3位过来人说出了实话。人到中年，夫妻分床睡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毕竟都老夫老妻了，而且即使是夫妻也有独立的空间和隐私。不可否认，分床睡的确有这些好处，但是伴随而来的坏却是我们无法掌控的。人们之所以认为分床睡有助于改善夫妻感情，不过是因为把夫妻感情不好归咎于两人靠得太近了。事实上，如果心与心的距离不靠近，夫妻之间的空间距离无论是远还是近，对于感情都起不了积极的作用。分床睡的确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夫妻之间的摩擦，但是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反而会酿成更大的问题。要想拉近夫妻之间的距离，首先空间距离要近，才能够营造气氛去拉近心与心的距离，否则就算再爱，也会慢慢的被距离消耗彼此之间的热情。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到了中年来选择分床睡，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懒，怕麻烦。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了太多，到了中年，身心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疲倦，对感情也开始懒于经营，遇到问题能躲就躲。与其花时间去了解对方哄对方，倒不如直接的分床睡来得干脆。眼不见为净，心里却一边安慰自己，距离产生美。事实上，这个时候夫妻之间本来就存在了距离，就是心与心的距离。在分床睡不仅产生不了美，还会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让夫妻之间隔阂变得更大。人到中年，夫妻感情往往在这个时候面临考验，更加的需要两个人牵紧彼此的手，学会去经营，学会去沟通，才能经受得住考验，收获最终的幸福。收获幸福没有捷径，偷懒和怕麻烦是抓不住幸福的。人到中年，选择分床睡，对夫妻感情必然是弊大于利，造成的影响甚至会影响晚年的生活。那中年分床睡的夫妻，晚年都怎么样了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不妨听听过来人怎么说。李女士，我前夫在婚后又离了，如今一个人。我跟前夫是相亲认识的，虽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但是婚后相处也挺好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前夫对我越来越冷淡，还提出了分床睡，说我俩作息时间不一样，分床睡也是为了让我休息好一点。我当时信了，觉得分床睡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毕竟大家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分床睡就分出了问题来了。之前他就很少关心我，也很少管家里的事，分床睡后别说管了，连发表意见都没有了，好像整个家都跟他没有关系。我忍不了就跟他吵，跟他闹，他说我胡搅蛮缠，说我不可理喻，但就是不改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随他去了。两个人就这样过了几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，我无意中看到他的微信，才知道他的初恋回来了。原来刚开始跟我分床睡的时候，他就恢复了初恋的联系，但当时初恋还没有离婚，两个人就这样保持联系，直到最近对方恢复了单身，逼着他离婚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云淡风轻地说，反正我们俩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而且也分床睡这么多年了。他还没有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，问他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。他沉默，我只好认命。本来我以为分开后，他跟他的初恋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听他说他又离了，说是性格不合，而我跟他分开后，打定主意要为自己而活，现在过得还不错。陈先生，
分床睡10年，到老了求着妻子回房间睡。说出来有点惭愧，我是一个大男人，到老了居然要求着妻子回房间。不过这也怪不了他，都是我咎由自取的。年轻的时候一心想着自己，不受束缚，只顾着自己，到老了都是报应。我跟妻子结婚30多年了，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两地分居，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干农活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觉得这是女人的本分。后来回家了，妻子总是想办法跟我亲近，但是我一个人睡习惯了，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对他很冷淡，宁愿一个人睡也不愿意跟他同屋。就这样我俩分床睡10年，我当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，毕竟都是老夫老妻了。但我没想到他心里始终对我有怨。我身体近来不是很好，说是年纪大了，我心里总是希望有个人陪着，尤其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感觉特别的孤单，想要妻子回房睡。但是妻子很冷淡，总是对我冷嘲热讽，说他不是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。现在年龄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夫妻只要睡在一张床上，感情才会越来越好，否则隔阂只会越来越大。过去我对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原谅我。曾女士，分床睡把我的幸福毁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落得如此下场，跟当初坚持分房睡是有一定关系的。如果不是我坚持要分房睡，前夫就不会把心思放在其他的女人身上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。我睡眠不是很好，很容易醒，前夫睡觉不老实，总是打鼾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那个时候新鲜感还在，也觉得分开睡始终不好。后来随着婚姻生活里的一地鸡毛，我对他也越来越不满，言语上总是怼他，但他一点改变都没有。后来我干脆提出了分房睡，觉得这样眼不见为净，反正都老夫老妻了。一开始分开睡感觉是挺好的，但是时间长了，他越来越喜欢一个人，我有点手足无措，但他却一点都不慌。本来我以为他是跟我斗气，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我起床上厕所，发现他跟其他的女人发语音微信，我慌了，当时就跟他吵了起来。他理直气壮，一点愧疚都没有，说都是我逼的，说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是我把他推到别人的女人身边的。我欲哭无泪，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。后来为了挽回他，我让他搬回房，但是我始终接受不了他的背叛，心里始终有根刺，忘不了他叫那个女人的声音，心好像破了一个洞。他抱着我，我都觉得他在抱着那个女人，让我痛苦万分。他察觉到我对他的抗拒，干脆公然的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对我不再理睬。我受不了了，终于还是选择了离婚。离婚后，我本以为可以解脱，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。我年纪大了，看得上我的我看不上，我看得上的别人看不上我，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并不容易。我很后悔。反观前夫，离婚后他就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了，看起来过得不错，可是那个位置本来是属于我的。每次说到夫妻分床睡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总有人说分床睡对夫妻感情有好处。不可否认，在短期来看，夫妻适当的分床睡的确可以改善夫妻感情，但是风险也还是必然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得起的。夫妻一旦分床睡，就会产生距离，不仅空间的距离，还有心理上的距离。如果长时间的保持距离，不仅产生不了美，还会造成隔阂。有人会说，自己本来也没有打算长期分床睡。我相信，绝大多数选择分床睡的人，一开始都没有想过一辈子分床睡的。但是事实往往是一旦开始了分床睡，就是一辈子。并不是你说什么时候结束就能结束的。分
分开容易，但在此的同床却是难上加难。即使能够和好，也找不回当初那种感觉。分床睡看似可以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，但实质上却潜藏了更大的风险。分床睡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对婚姻造成的影响却是极大的。夫妻之间有摩擦，暂时的保持距离，适当的冷处理是有必要的，但是分床睡还需要谨慎。分床睡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还会引起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。切勿用分床睡来考验两个人的感情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但凡试图利用分床睡来逃避责任的，晚年大多不好过。很多人对婚姻的定义是很模糊的，认为婚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。事实上，婚姻意味着责任。当我们走进婚姻的那一刻起，就意味着我们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身边的人负责。夫妻之间有摩擦，感情逐渐的变冷，这都是很正常的，也是婚姻中必然出现的。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，也不是顺其自然，而是要积极的去面对，去解决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懂得何为爱，何为责任，才能收获最终的幸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